今天怎么回这么早？公司提前放你假啦？解除劳动合同，陈凡，你都40多了，竟然还能被公司裁员！我当初就说你靠不住，晴晴跟了你20年，没享过几天福，现在你连工作都没了，难道还要让我闺女养你？我看这日子也没法过了，离婚吧。男人没本事养家，就别拖累女人。我们晴晴模样不差，离了婚，追她的人能从这儿排到小区门口，犯不着跟你耗着。苏晴，20年的夫妻啊，你就因为我丢了工作要跟我离婚？不然呢？跟你一起喝西北风，我可受不了那份苦。离婚协议我早就拟好了，房子、车子都是婚后买的，但写的是我名字，归我，存款也都在我卡里。你净身出户，赶紧签，签完立刻走，别在我家碍眼。苏晴，咱们20年的情分，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？情分，情分能当饭吃吗？当年我瞎了眼才看上你，现在我好不容易熬出头了，凭什么再跟你回去过苦日子？就是陈凡，你有点良心就赶紧签字，大家好聚好散，别弄得太难看。好，我签。苏晴，还有你们苏家所有人，今日我陈凡落难，你们半分情面不留；他日我陈凡若有翻身之日，你们就算跪着上门求我，我也绝不会多看你们一眼。签完了就滚，以后别再回来。整整20年，我每个月工资1分不少全交给家里，自己连瓶3块钱的矿泉水都舍不得买，省吃俭用攒下这套房、这辆车，到头来我连个遮雨的地方都没有。什么东西？我眼花了。各级砖块价值1元，家用轿车价值8万5千。看见万物的真实价值。易拉罐价值0.1元。这是真的，这竟然是真的！这是老天给我的补偿吗？好啊，苏晴，你们苏家不是嫌我穷吗？不是嫌我没本事吗？有了这个本事，这天下藏着的宝贝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没本事。乾隆通宝补品价值20元，民国粉彩小瓶价值80元，现代仿和田玉价值5元，宣德青花缠枝连纹碗价值10万元。10万，这破破烂烂的脏碗居然价值10万！谁能想到满地假货的地摊里藏着这么一件宝贝？老板，这破碗怎么卖？看着脏的要命，跟灶台捡出来的一样。老物件100块，就这品相还100，全是油垢污渍，谁要啊？能不能便宜点？最低80，不讲价，不行就放下。老板，说实话，我身上就剩10块钱了，本来想淘个小玩意儿，10块，卖我就拿，不卖我就走了。行行行，亏本给你了，10块拿走，就当清垃圾了。谢了，老板。10万的东西，10块钱到手了。哎，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这里不是随便闲逛的地方。我来鉴定东西。你看他这身行头，手里还拿个破碗，怕不是从垃圾桶捡了点破烂来蹭热度吧？
现在圣轩的门槛这么低了，什么阿猫阿狗捡破烂的都能随便进，真是笑话。先生，我们圣轩只接待正规藏家，不接受来路不明的破烂杂物，也不接待随意凑热闹的人，请你立刻离开，别在这里影响我们工作，耽误客户排队。我是正经来鉴定藏品的，不是凑热闹。就这种垃圾堆里都没人要的破碗，你也好意思拿来专业鉴定院？我劝你赶紧收起来拿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再胡闹，我就让保安请你出去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就这破碗，扔大街上环卫工人都嫌占地方，拿来做专业鉴定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，纯属丢人现眼。兄弟，看你可怜巴巴的，我兜里有50块，拿去买个热盒饭填饱肚子，别在这白日做梦自取其辱了。麻烦帮我通报一下，请瓷器类的首席专家过来，亲自帮我鉴定这件藏品。行，随便你。等下专家说这是废品，可别赖着不走。小赵，快打开明代青花标本柜第3层，把宣德官窑标准瓷片标本取出来，立刻！钱老，这碗到底如何？我从事瓷器鉴定40年，经手珍宝无数，这般品相、这般发色的宣德官窑青花碗，我只在馆藏珍品里见过，这是实打实的珍品。先生，敢问这件珍宝您从何处得来？夜市地摊上10块钱淘的。遍地假货的市井地摊，能捞出这般官窑重器，不仅靠运气，更靠顶级眼力。这位先生眼力不一般。苏麻离青料纯正地道，自然铁锈般釉面吸光全部吻合，品相完整无缺，器型周正饱满，发色上乘。大明宣德青花缠枝连纹官窑碗，难得，太难得了。先生，不知您这件藏品有意向出手吗？我今天过来就是专程来询价出手。按照目前古玩市场行情，这件完整品相的宣达官窑碗保底市价10万。如果您信任老夫，我个人当场全款收购，可以成交。支付宝到。先生，合作愉快。您日后若是还有这类珍品，务必优先找我，价格绝对给到市面最优。我钱某人绝不亏待慧眼之人。好，以后有好东西，我第一时间带来找您。几个小时前，我被苏家扫地出门，受尽羞辱，可短短片刻，我就赚到了整整10万。苏晴，苏家人，昔日你们弃我如敝履，他日我定让你们高攀不起。宋克斯凤凰鱼纹钟裱画，价值500万。老板，这幅怎么卖？哎呦，老哥你眼光可以啊！这可是我摊上压箱底的硬货，不是我吹，整条街你找不出第2幅这年份的。你看这用笔，这气韵古朴厚重，虽然是清代无可老化，但绝对是民间高手的作品。就是年代太久，受潮发霉，品特差了点，你拿回去重新装裱一下，挂在家里，档次直接拉满。800，识货的人都知道值。
还高手作品，满幅霉斑，表边都烂了，脏兮兮的，挂家里都嫌晦气。800太贵了，200。200可不行，我收这画的时候本钱都不止这个数，真心想要你给个实价，最低500，少1分我都不能卖。300，能卖我就拿，不行我就去别家逛逛。行，亏本给你了，就当今天开张做个生意，300拿走。金价30块的破烂旧画，300块甩出去，净赚270。这种不懂行的冤大头，一天来2个，我这个月都不用开张了。哟，这不是陈凡吗？我当是谁呢？大家都看看啊，这是我前女婿，40好几了，工作丢了，老婆儿子都不要他了，现在天天靠捡破烂混日子。怎么捡着破烂往这儿来卖啊？香奈儿限量款高仿，价值280元。你这包挺漂亮，哪儿买的？香奈儿限量款，我闺女给我买的啊，3万8。你这种人估计见都没见过真的。3万8买个高仿，我地摊上花28买一个，跟你手里这玩意儿一模一样。还有您脖子上这玉佛，最多值80块，别天天挂着了，戴久了跳色。你放屁！这是秦静花5万给我请的冰溶翡翠，你懂个屁！麻烦帮我约一下钱老，就说陈凡来了。盛轩的首席鉴定师，古物会的负责人啊，我们都是提前半个月好不容易预约到的，你敢直接点名找？装什么呢？他怎么可能认识钱老？我看他就是来这儿招摇撞骗的，一会儿保安就得把他赶出去。陈先生，这才几天没见，我就说你肯定还得有好东西，快，进我办公室说。陈先生，上回你那只宣德青花碗，我现在每天都得拿出来摸2遍，越看越喜欢。怎么，这回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？陈先生，这画工太糙了，线条软塌塌的，墨色也不对，也就是个晚清民国的仿品，挂家里都嫌不好看。你这回是不是看走眼了？钱老，您别光看画，您摸摸这块料子。陈先生，这是宋代的缂丝，你看这织法，这密度，这是失传的南宋宫廷通经断围工艺啊！老郑，你赶紧来我办公室。陈先生，你这双眼睛真是神仙眼，上回宣德碗已经够惊世骇俗了，这回连表料里藏的宋代缂丝都能看出来。我干了35年镇定，从没见过你这种眼力的人。老钱，你电话里火急火燎的，什么东西啊？非得叫我跑一趟？你少废话，你是字画古籍缂丝这行的泰斗，今天这东西你必须给我把准了，你自己看。真是南宋宫廷织造的缂丝，你看这凤凰纹的走线，这云纹的密度，就是失传的通经断围技法。老钱，这东西要是完整真品，你我这辈子都算开眼了。先生，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路边地摊上300块买的。300？我干了44年鉴定，这种简陋只在老书里读到过，现实里别说见，听都没听过。哈哈哈哈！老郑，上回他捡漏的地摊碗是宣德高窑，这回地摊淘的画表料是宋代缂搜。我跟你说，这小兄弟的眼力，你我都比不了。陈先生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南宋宫廷织造的缂丝真品存世量极少，大多都在博物馆里，民间完整的几乎没有。如果要出手，按现在的行情，保守估价500万。不瞒你说，我研究缂丝半辈子，
馆藏的残片我都摸过无数回，从来没亲手拥有过一块完整的南宋宫廷缂丝。陈先生，500万是市价，我出600万，你把它让给我，好不好？郑老，我看得出来您是真喜欢，也是真懂它。东西落在懂它的人手里，比落在只会囤货等升值的藏家手里值。行，我卖给您。谢谢您，陈先生，太谢谢您了。到账600万元。多谢2位前辈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告辞。建国，我跟你说，这古玩街最有意思的就是赌石了，一刀穷一刀富，可刺激了。上次我闺蜜老公切涨了3倍，直接换了辆新车呢。行，既然你喜欢，咱们就挑块好的，切涨了就给你打副满绿镯子，再配个吊坠，带出去也给我长脸。哟，这不是陈凡吗？我当是谁蹲在这儿呢？怎么，离了婚，日子过不下去，也想来赌石碰运气啊？跟你说话呢，装什么哑巴？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一块石头动辄几万、几十万，你兜里能掏出100块吗？也敢来这儿凑热闹，别等会儿老板以为你是来偷石头的。老板，把你这儿品相最好的原石拿出来，我今天带了20万，就挑块好的切。不像有些人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，还在这儿装行家。老板您看，这3块都是今早刚到的新货，皮壳、锦饰、松花、毛带都有，大灯全透，出货率极高，只要8万8，好多行家都盯着呢。看见没，陈凡，玩翡翠得懂行。你看这块皮壳老辣，松花均匀，里面至少是糯冰种。我玩了3年原石，这点眼力还是有。老板，那块多少钱？那块啊，放这儿大半年都没人要，你要的话100块拿走，算我送你玩了。行，我要了。晴晴，你快看，你前夫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那种全是裂的废料，我拿去垫桌角都嫌硌得慌，他还花100块买，这是穷疯了，什么破烂都当宝贝啊！可不是吗？他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了，100块买块破石头，还真当自己能切出翡翠啊？我看他就是异想天开。这老哥一看就是新手，不懂行啊！那石头皮壳全是大裂，打灯都没一点水头，典型的砖头料，切开来就是白石头，100块纯打水上，可不是嘛？赌石最忌讳买这种全裂的，再好的种水，裂多了也取不出东西，1分钱不值。你乐意花钱买破烂，没人拦着。要不咱们打个赌，要是你这块石头能切出翡翠，我当场给你50万；要是切不出来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磕3个头，喊我一声爷，怎么样？不过你要是真想赌，就赌你手里那块最好的石头，切出来不如我这块100块的值钱，怎么样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拿块100块的破烂砖头料，跟我几万块的老坑木纳料比谁值钱？陈凡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，开始说胡话了？建国，你别理他，他就是见不得你过得好。一块全是裂的破石头，连豆种都未必出，也敢跟你的正经料子比，简直不自量力。不敢赌，那就闭嘴。谁说我不敢赌？我跟你赌50万，这赌的也太大了。那还用说？肯定周老板赢了。他那块木纳料皮壳多好，这老哥的石头全是裂，怎么可能赢？可以，那就现场切水，当众开料，谁也别耍。正好我摊子后面就有切石机，2位都确定了，我这就搬机器准备开切。切，先切他的，我倒要看看这100块的破烂能切出什么花来。老哥，第一刀怎么下？给个准话。沿这儿横切1刀，先去皮。
就说吧，100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？还真当自己捡漏了？不就是块破砖头，连垫桌角都嫌硌得慌。就这，我还以为他真有什么本事呢。果然是砖头料，我就说嘛，全是裂的石头，怎么可能出翡翠？老哥，还切吗？再切下去也是白费功夫，这料基本废了。换个方向，沿侧面竖着切，切薄一点，别切深了。还不死心呢？行，让他切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切出什么花样来。再切10刀也是块破石头。见绿了，第2刀见绿了。真出绿了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见绿又怎么样？就薄薄一层皮色，俗称一线天，中看不中用，下面全是白的，照样不值钱。就是，赌石最怕的就是这种皮上绿，看着好看，里面全是渣。他这运气也就到这儿了。再切一刀，沿着绿带的方向，从中间对半补开。好嘞。冰种是冰种飘花，我的天，底子干净的像一汪水，胶感十足。这绿飘的也太活了，没有裂，一点大裂都没有。真的假的？长了，就表面那点皮裂根本没吃进去。这么大的料子，取一只正圈手镯绰绰有余，剩下的还能出3、4个挂牌，一堆界面。这石头我放这儿快2年了，谁都嫌它裂多看不上，没想到居然是块冰种料，保守估价至少500万起啊！这哪是捡漏，这是一刀暴富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一块100块的破石头，怎么可能值500万？肯定是假的！你们看错了。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他跟摊主串通好了，对，提前动了手脚。周老板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现场开切，全程大家都看着，怎么串通？这料子的种水色骗不了人。你玩了3年翡翠，自己看不出来？就是自己没眼力，还说人家作假。哎，周老板不是也买了块8万8的莫纳料吗？切出来看看呗，对比对比，看看谁的值钱。对，切！就不信了，我8万8的老坑料还比不过他100块的破烂。豆种还是底灰的下品豆种，系列太多做不了大件，磨几个小结块、小挂件都勉强。市场价撑死1万5，多说2万。8万8买的，切出来值2万，还不如人家100块的零头呢。这脸打的也太响了，刚才还嚣张的不行，现在傻眼了吧？愿赌服输啊，周老板，50万呢！建国，别说了我，丢死人了！你耍诈，这赌局不算，老子不认。算不算？你说了不算。这么多人看着，当众定下的赌约，你想赖？什么破石头，老子不认！你们少在这胡说八道！老哥，您这眼力真是神了！我在这条街摆了5年摊，从没见过您这么准的。这块料子是您的，您收好了。兄弟，500万！这块料子我出500万，当场转账，不墨迹。550万，我出550万，拿回去正好给我家店做镇店招牌。600万，我是崔元阁的老板，600万兄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绝对靠谱。650万，这料子出满圈镯子稳赚，我出650万。720万，不能再多了，这价拿回去，利润已经薄得像纸了。那不是顾宇吗？天宝集团的总裁，真是他！咱们省最大的翡翠珠宝商就是天宝集团，他怎么亲自跑古玩街来了？还要说，肯定是冲着这块冰种飘花来的。莫西沙老坑冰种飘花，底子干净起胶，无贯穿大裂，出一只正圈手镯加3枚挂牌，6枚戒验没问题。我出1000万，这块料子我要了。可以，成交。先生您好，我现在给您转账。
到账1000万。陈先生好眼力，以后再有这类高品质原石，随时可以联系我。天宝集团永远按市场价顶格收。我的天，1000万，100块变1000万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人家这才叫真正的捡漏，咱们逛一辈子古玩街，也碰不上这种好事啊！好说，以后有机会合作。都怪你，非要拉我去什么古玩街凑赌石的热闹。现在好了，8万8的料子切出一堆废品，还被满街的人看笑话，我周建国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哪知道陈凡那个废物能走这种狗屎运？100块的破石头切出冰种，说出去谁信？早知道他能翻身，当初我就……哼。现在说这些有屁用？那小子就是走了邪运，真当自己有眼力了。我看他早晚得把这点钱赔个精光。要是你离婚，那500万本该全是我的。妈，我们暑期专业集训费要交了，加上住宿费一共8600，你明天转我卡上。又要钱？上个月刚给了你5000生活费，我开公司挣钱也不容易，你当是大风刮来的？那是生活费，这是学费，能一样吗？我同学爸妈都主动给报班买装备，就我要个学费磨磨唧唧的。你少惹你周叔，最近他生意本来就不顺，今天去赌石还亏了8万多，手里正紧着呢。赌石？你们去古玩街了？今天碰见你爸了，他花100块买了块没人要的破石头，居然切出了冰种翡翠，当场就卖了500万。500万？我爸有500万？那你还在这跟周建国抠搜什么？直接找我爸要啊！当初是我提的离婚，还把他赶出门的，我哪好意思整上门？他是我亲爸，他的钱将来不都是我的？他现在有钱了，给我花不是天经地义。再说你跟他过了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分他点钱怎么了？妈，明天咱们就去古玩街堵他，他要是不肯，我就赖在那儿不走。亲儿子开口，我就不信他能真的不管。行，明天咱们就去找他，他发这笔财也该有我们2口一份。陈先生慢走，以后再有好料子，您可一定先想着我这儿，价钱绝对给您顶到最高。陈凡，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儿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有事直说。爸，我听我妈说你切石头赚了500万，正好我要用钱，你先给我打20万。陈凡，当初是我一时糊涂，但小景总归是你亲生儿子，你现在条件好了，总不能看着他受委屈吧？当初离婚的时候，你们说我是废物，养不起家，连家门都不让我进。现在我有钱了，就找上门来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！你是我爸，你有抚养我的义务。你赚了这么多钱，给我花点怎么了？难道你还想不认我这个儿子？陈凡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咱们20年夫妻情分，怎么能说断就断？小景她还要娶媳妇儿，你这个当爸的不能光顾着自己享福。钱是我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被你们赶出门那天，你说死也不愿意跟着我，现在我就是死了，钱也不会给你。大伙儿给评评理，他是我前，我俩过了20年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他如今发财了，就想甩开我们娘儿俩，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爹？你是我爸，你的钱就得有我一份儿。我要娶媳妇儿，要买房，你不能不管。陈先生，用不用我叫保安，或者帮你请个律师？我们家的事轮不着你管。陈先生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你们再纠缠，我让律师跟你们聊。陈先生，借一步说话，有个生意想跟你聊聊。好。陈先生，你选石头的能力是跟谁学的？自己瞎琢磨的，运气好。下周一，我们天宝集团和宏盛集团有场赌石比赛，双方各出3块原石，现场切，按总价定输赢。
赌注3亿现金，外加城南新开发区的优先采购权。宏盛那边请了个缅国的老坑师傅坐镇，来势不小。陈先生，我想请你挑选原石，出战下周的比赛，佣金分成好说。比赛用的原石，我能做主。当然，所有备选原石你做主。明天我让江婷带你去库房过夜。行，我接。合作愉快。最值钱的竟然只有500块。顾总，这几块石头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们集团首席相遇师王老亲自挑的原石，3块花了2个亿，下周比赛的主力料。2个亿买3块总价900块的石头，王老是专门研究怎么把公司往沟里带的是。这3块都是废料，总价值不超过1000。你胡说什么？王老是我们天宝集团首席相遇师，从业30年，他挑的料不可能是废物。理由？这条裂从左上角斜插进去，贯穿整个内部，切开来全是白面。这里松花是假的，人工做上去的，里面没有绿。这一块水泥皮，人工胶结的碎料。你胡说！王老说了，这几块料至少是高冰种。高冰种的石头皮壳仅有柔性，敲出来声音是脆的、长的。您这块敲出来跟敲水泥墩子一个动静。王老要是连这都分不出来，那他这30年估计都是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，没摸过几块真实。老刘，掉头，去城西加工厂。顺着这条大裂切，慢点，别崩到。住手！谁让你切的？顾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亲自从缅国拍回来的料子，专门用来比赛的，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切。王老，你别急，这块料子陈先生说里面不对，我让人切开来看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玩了30年石头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？凭这块料是废料。顾总，我玩了30年石头，这块料我过眼3遍，冰种起步。您现在听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把主力料毁了，比赛输了谁负责？主力料子里头要是废了，比赛的时候当着全行业的面切出来，丢的是天宝集团的人，亏的是天宝集团的钱。你血口喷人！表皮裂纹呈之字形，内部白棉贯穿，这种料切100次也是废料。但王老花了2个亿买了3块，恐怕不是眼渣吧？切！不行，顾总，您不能信他。2个亿买了3块废石头，还是说这本来就是废料？有人故意让天宝买。说，所有账目、采购记录、赛事档案连夜彻查，一笔都不能漏。顾总，连夜查出来了，王老近3年的采购记录有7笔大额原石采购，全部是高价进的废料，其中4笔的卖家跟宏盛集团的采购渠道是同一个中间人。另外，这次比赛的3块备选料，王老上个月就报给了您，但是其中2块他从库房里偷偷调换了，换成了他自己采购的那批废料。顾总，粗略算了一下，王老通过吃差价调换料子，虚报采购价，这3年至少从天宝拿走了5个亿。王老涉嫌职务侵治、商业贿赂，从今天起不再是天宝的人。行业协会那边我已经发了函，哪家公司敢用他，就是跟天宝过不去。顾总，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，
我在天宝干了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高抬贵手，给我留条活路吧。送去安保局。陈先生，跟我来办公室，我们聊聊接下来比赛的事。陈先生，这次王老的事多亏了你及时发现，不然比赛输了是小事，天宝在行业里的声誉就彻底毁了。我正式邀请你担任天宝集团的首席项羽师，年薪300万，年底利润分红5%，配专属团队和独立采购权，待遇是王老的3倍。待遇好说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所有比赛用的原石采购的料子，全部由我全权做主，任何人不能干涉。你信我，我就干；你不信，我随时走。陈先生，你用2块废料就证明了自己的本事。以后天宝的原石采购、赛事选料，你说1，我不说2。那先说比赛的事儿，库房里剩下的那几块备选料，我刚才看过了，种质都不够，打不赢宏盛的压轴料，得重新找。没问题，私人飞机已经备好，明天一早我亲自陪你去帕谷，直接去原石市场挑。行。顾总，您看这块莫西沙老坑黑乌沙，皮壳紧致，翻砂有力，松花分布均匀，打灯水头十足，拿来当比赛主力料最合适。保底高冰种起步。赵师傅眼光确实毒，这块料我之前就留意过，中质稳得很，切掌概率至少80%。哎，华国老板，那边都是挑剩下的废料，100块人民币1公斤，好料都在这边。天宝集团这是没人了，找个外行来废料堆淘宝，笑死人了。估计是来旅游的，装模作样摆拍呢。真懂行的谁碰这堆砖头里？雷总，这位陈先生是不是太儿戏了？赌石讲究皮壳松花莽带血，这堆废料皮壳松散，毫无松花迹象，根本没有切的价值。是啊，顾总，赌石大赛不是闹着玩的，主力料要是选这种废料，咱们天宝会成整个行业的笑柄。顾总，还有几家媒体跟着拍呢，要是传出去，天宝首席项羽师在废料堆捡石头，对公司股价影响不好。看见没？还真带走破烂，加起来不止2000块。我赌他这一袋子切出来，连个虫种都出不了。天宝这次是真要栽了。我挑的这些废料怎么卖？ 100块钱1公斤，你这些加起来大概20公斤，2000块。陈先生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挑比赛用的料子，怎么了？你这叫挑料？顾总，您看看他挑的这些东西，皮壳粗糙，裂纹纵横，这种料切出来全是白棉。他根本不懂项羽。顾总，我建议立刻换人，由赵师傅和我来挑主力料，保证不会出错。就是，顾总，赌石比赛不是儿戏，不能让外行胡来啊！天宝集团没人了，找个捡废料的当项羽师，等着看笑话吧。下周宏盛那边稳赢了。那行，这块我现在就切，切出来是白棉，我自己走人，不耽误天宝的事儿。切出来有东西，我让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就得干什么。切就切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让大家看看你捡的宝贝有多值钱。从中间一刀。春带彩，紫罗兰加正阳绿，如水，这是高品种，底子干净的像玻璃，一点裂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废料堆里切出春带彩，这不可能！这石头我看这摆那3年了，都没人动过。赵师傅，现在还觉得是废料吗？这是巧合，你瞎猫碰上死耗子。
巧合？行，那咱们再切一块，看看是不是还是巧合。不用再切了。从今天起，天宝所有原石采购、赛事选料，全部由陈先生说了算。任何人不得异议，不服的，现在就可以辞职走人。剩下2块是比赛用的，就不在这里切了，回去吧。刘总，听说天宝集团临时换了一位新人参加赌石大赛，您怎么看？顾总这是病急乱投医啊！王老走了，找个无名小卒来凑数。我玩石头20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天宝这次等着出丑吧。刘总这么有信心，那您预测一下今天的比赛，洪胜能几比几赢？不是有信心，是一定赢。3局2胜，我让他1局都赢不了。顾总，您看他那副嘴脸，太嚣张了。不就是有王老帮他囤了几块料子吗？真当自己天下第一了？嘴长在他身上，让他说。等会儿切完石头，他就笑不出来。陈先生、顾总，发布会快开始了，主持人请您上台。该我了。这就是那个新人，看着普普通通，能行吗？兄弟，现在下去还来得及，别一会儿切出废料，丢人现眼。胜负从来不看名气，只看真本事。刘总别着急放狠话，等会儿切完石头，我会让你和洪胜都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顶级项目。欢迎各位来到第7届翡翠赌石争霸赛决赛现场。今天，洪胜集团与天宝集团将展开3局2胜的终极对决，胜者将拿下本年度行业最优开采权。第1局比赛，双方请出示各自的原石。500万收的莫西沙老坑料，高兵种起步，某些人估计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料子。顾总，这料确实是好东西，皮壳紧致，松化明显，大灯见光，至少是高兵种。怎么办啊？陈先生选的那块料子，皮壳那么普通。哈哈哈，没搞错吧？这种废料也敢拿出来比赛？天宝是放弃了吗？拿块砖头料来凑数？陈凡，你拿破烂跟我比，我劝你直接认输算了，省得等会儿切出来全是白肉，更丢人。先切他的。兵种正阳绿，颜色正，水头足，底子干净，估价1000万。哈哈哈哈！听见了吗？1000万，该你了，废物！我倒要看看你那破石头能切出什么玩意儿。2000万收的莫西沙顶级老坑料，上一局让你侥幸赢了，这一局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顶级原石。莫西沙老坑料，这可是赌石里的硬通货，2000万，洪胜下血本了。哎，天宝上局是运气好，这局悬了，这么好的料子很难赢啊。怎么样，怕了？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又是废料，天宝这是跟废料杠上了。哼，陈凡，你是不是只会捡别人不要的破烂？就这，也想跟我的2000万老坑料比？做梦呢！少废话，
切你的！高冰正阳绿，种质细腻，起胶感强，色泽均匀，估价3000万元。 3000万，听见了吗？你那破石头能切出300万都算你厉害。该你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法。吃。这是高冰无一种，黑度纯正，翠色灵动，黑白分明，中质细腻起胶，属于稀缺品种。市面上这种品级的乌衣种，有钱都难买。5000万，一块灰皮废料切出5000万的污泥种，2块废料，2块都切涨了，还都赢了宏盛的精品料。去，把保险柜里那块压轴料拿过来。刘总，那块料子您不是说留着年底拍卖会当镇场之宝吗？动用了的话，废话，今天不把这小子摁死，宏盛在行业里就抬不起头了。留着镇场之宝有个屁用！赶紧去！东西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刘总，都准备好了。这块料是用玻璃种帝王绿切片拼接的，接口处用的是进口玉石专用胶，粘合后又做了皮壳修复，纹理和天然生长纹几乎一模一样。少废话，我花80万做的这块料，难道还能被他一个外行看出来？刘总，赌石圈最忌讳造假作弊了，这事儿万一漏出去，咱们宏盛的声誉就彻底毁了，行业协会肯定会重罚的。输了比赛，宏盛就有声誉了。输给一个捡废料的新人，我以后在行业里还怎么抬头？这件事只有咱们3个知道，谁敢漏半个字儿，我不仅让他在行业里混不下去，还让他赔得倾家荡产。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刘总放心，我们绝对不说。陈凡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跟我斗。玻璃种帝王绿，我就不信你那堆废料里还能切出更值钱的东西。宏盛连输2局，这第3局再输，脸可就丢到姥姥家了。嘘，我听说宏盛准备了压轴货，一直锁在保险柜里，不知道是什么极品料子。宏盛已经连输2局，刘宇却半点不慌，反而一副笃定能赢的样子。他助理慌成那样，肯定有鬼。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第3局，请双方出示压轴原石。这是我3年前从帕根老坑矿区收来的压轴料，一直舍不得切。今天就让大家开开眼界，什么叫真正的顶级翡翠原石。果然有鬼，根本不是天然赌石，是一块精心合成的造假石。刘宇为了赢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开始吧。双方原石就位，先切宏盛集团的压轴料。玻璃种帝王绿，绝对的玻璃种，中质通透到极致，色泽浓郁纯正，无棉无裂，这是国宝级的料子，估价1个亿。稳了，宏盛这局稳赢了，玻璃种帝王绿啊，根本不可能输。果然是压轴底牌，
这种顶级货色，天宝拿什么翻盘？大局已定了。我就说刘总有底牌吧，前2局就是让着他，最后1局直接绝杀。压轴戏嘛，当然要最后上才精彩。前面让他蹦跶2下，最后一把摁死，这戏才好看。陈凡，全场都看见了，顶级玻璃种帝王绿1个亿。现在该你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比。别急着得意，真金不怕老爷。假货再好看，终究是假货，上不了台面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凭什么说我的石头是假的？拿不出证据，我告你诽谤！不会吧？鸿盛这么大公司，还能造假？谁知道呢？毕竟1个亿的赌注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？输不起就直说，往别人料子上泼脏水算什么本事？天宝的人就这点度量？喊得越响，等会儿脸摔得越碎。先切完我的石头，再慢慢跟你算账。切我的，从中间一刀切开。皇家紫是高冰种皇家紫，杜曼纯正，完整无裂，连棉絮都极少。这种顶级的紫罗兰翡翠，业内10年都难出1块，绝对的稀世珍宝。最终估价2个亿，远超玻璃种帝王绿。皇家紫对帝王绿压着打，完全碾压呀！我的天，又是废料切出来的，3000万的成本切出2个亿，这什么神仙眼力？我服了，彻底服了！以后谁再说他是外行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这不可能，一块废料怎么可能切出皇家紫？绝对不可能！不对，你们看错了，这不是皇家紫，是染色的，他的石头才是假的，我要求重新鉴定。刘宇这是输不起了，谁知道呢？不过皇家紫确实太稀有了，也难怪他不信。大家看这里，石皮表面有细微的人工打磨痕迹，纹理走向和天然原石的生长纹完全不符，是后期人工做的假皮。再看这里，切面有一道极细的拼接缝隙，用的是进口玉石专用胶粘合，普通光线下看不出来，但打侧光的时候，胶水的折射率和天然翡翠不一样，会有细微的反光。提前切割好帝王绿切片，粘合进普通原石里，再修复外皮，伪装成整料。鸿盛为了赢比赛，连这种下三滥的造假手段都用上，真是开了我的眼界。刘总，现在你还觉得你的石头是真的吗？人工做皮，拼接粘合，痕迹确凿。这块帝王绿原石确实是造假而成的拼合料，简直是胡闹！赌石大赛举办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这种手段舞弊。我正式宣布，本次赌石大赛刘宇参赛原石涉嫌造假，成绩即刻作废，永久取消鸿盛集团及刘宇本人的参赛资格。后续彻查结果将向全社会公示。我的天，居然真的是造假！合着他刚才跳的醉婚，原来是贼喊捉贼呀！太恶心了！拿假石头来比赛，输了还倒打一耙，鸿盛40年的名声今天彻底臭了。
你陷害我，是你陷害我！这石头是你动了手脚，我不。刘姨早上刚进了安保局，听说涉嫌商业欺诈和行贿，涉案金额高达10个亿。意料之中，他吃相太糟糕了，迟早要出事。后天是珠宝协会会长温老的80大寿，我带你去。温老是行业里辈分最高的人，有他点头，你在珠宝圈才算真正站稳脚跟。行，我跟你去。顾宇，好久不见，你今晚真好看。蒋少，别来无恙。这位是天宝集团首席相律师陈凡。天宝什么时候门槛这么低了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也能当首席？顾宇，你这眼光越来越差了。蒋少出身豪门，自然是高高在上惯了。不过上一个这么瞧不起我，刚进了安保局。你少在这里偷换概念！今天是温老的寿宴，来的全是珠宝行业顶尖的人物。你1没出身，2没名声，3没家底，也配混进这种场合攀附权贵？我偏偏站在这儿，不如我们去问问温老，他老人家请的是神还是家底？行，你有种。不过今天这场合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们2个给我把这个人赶出去。蒋少，这是要拆我父亲的台吗？温小姐，我是怕有人混进来坏了温老的兴致。陈先生的请柬是我爸亲自交代的。蒋少，你要是非要在宴会上闹事，那被赶出去的可不是陈先生。陈小姐今天怎么这么护着那个陈凡？以前没见过他对谁这么上，什么来头？洪胜被他扳倒已经够离谱了，现在连温家都罩着他。蒋少，2句话就红热了。你刚才那股子高高在上的劲头呢？陈凡，你别太得意。我没什么好得意的，就是觉得挺有意思。某些人看着人模人样的，心眼比针眼还小。好，陈凡，你嘴皮子厉害，但嘴皮子赢不了真本事。今天这场寿宴，温老安排了拍卖会，你要真有本事，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规则很简单，咱俩各自在拍卖会上竞炮，谁捡的漏大谁赢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！蒋文的师傅可是翡翠王，他拜师学了整整5年，鉴宝功底扎实得很。陈凡再厉害，对上翡翠王的徒弟，怕是也悬。输的人赔付1个亿现金，外加当众磕3个响头认错。陈凡，别冲动。蒋文5岁就开始跟玉石打交道，是翡翠王的关门弟子，鉴宝功底在整个圈子里都是排得上号的。这些人确实有点本事，但蒋少可是翡翠王亲传，这能比？把蒋少得罪成这样，现在缩回去，以后在圈子里也别想抬起头了。我今天要是不接，在赌石圈就混不下去了，输了跪下磕头更丢人。行，我接了，等会儿就用黄金眼坑死。第一件拍品，缅国老坑冰种翡翠原石1块，起拍价300万。市场价800万的东西，起拍300万，有的赚。现在开始竞拍，350万，500万。陈先生，50万的价太慢了，你要是钱不够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借你啊。蒋文这是想打价格战，那我赢定了。600万，800万，成了。800万，小数目，某些人连跟都不敢跟。我看是嘴皮子接了，钱包没接吧？蒋少，800万买1块市场价800万的东西，不亏不赚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顾总，你一个做生意的，懂什么叫相遇吗？我买的是一份眼光，一份气宇，不像某些人，连块像样的石头都拍不起，只能靠女人出头。蒋少说的是，我确实没什么钱，不过没钱的人通常更会算账。蒋少慢慢玩，不急。哼！你拦我干什么？嘴炮赢了没意思，待会儿让他肉疼，那才叫赢。第2件拍品，缅国老坑精品原石，起拍价800万。看着光鲜，里边全是胶水和碎渣，谁买谁上当。
蒋文，你刚才不是说眼光和气运吗？这块好石头，坑死你！900万，2000万，2500万，3000万。这块石头品相确实好，但3000万已经偏高了。他跟得太紧了，他哪来的底气？陈凡，这块石头品相是好，但这个价已经快顶到天花板了，你不能再加了。别急，这块石头里面是废的，蒋文要就让他拿去。可那皮壳，表面功夫做得好罢了，我的眼睛。3500万，4000万。这人不行，跟蒋家小子较劲抬价，把自己架火上烤。你怕是看走眼了。父亲，他不是冲动，他每一步都像算好的，我去帮他。你非要下去就下去吧，别把温家卷太深。陈先生，如果资金上周转不便，我可以先帮你垫付。温小姐，拍卖场上外人插手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温家仗势欺人。我只是问问，蒋少急什么？我是替温老的名声着想，既然赌约立了，就该各凭本事。温家要是插手，这赌约还有什么意义？蒋少这么喜欢，我就不夺人所爱了。恭喜蒋少，4000万拿下这块极品原石。陈凡，你拍了半天，到头来一块像样的都没拿到，这赌约你拿什么赢我？恭喜蒋少，4000万拍下这块宝贝。蒋少果然财大气粗，眼光独到，我陈凡佩服，五体投地。蒋少出手不凡，4000万买个好石头，真是让我们开了眼。陈凡，你不是想要这块原石吗？蒋少，您这块4000万拍下的极品原石其实是我的。不可能！这是我当年缅国废料 B 区选购原石时店家开的单据，收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重量、品相描述都对得上。后来我把那批石头运回国，大部分切了，只有这块是废料，因为品相看着还行，一直留着。不知道怎么辗转流到了这场拍卖会上。蒋少，这收据是真的，上面确实写着这块石头的编号和特征。凡，你故意设局害我！蒋少，是你一次次举牌加价，也是你亲笔签了确认单，可没人逼你。蒋少，您可是翡翠王的官弟子，5岁就开始摸石头的人，4000万拍块石头，肯定是您自己觉得它值这个价，总不能是看走了眼吧？陈先生，当时花了多少钱？那批石头打包2000块，这块是天土，算是零成本。4000万卖了人家一块赠品，翡翠王的弟子，4000万买赠品，这传出去翡翠王的脸往哪搁？陈凡，这一局算你狠！别忘了我们赌的是谁捡的漏大，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！第3件拍品，缅国老坑原石1块，起拍价30万。30万。陈凡，你刚坑了我4000万，现在又想拿这种废料来糊弄谁？我蒋文上过一次当，绝不会上第2次。这种垃圾，白给我都不要。蒋少眼光独到，果然经验老道。这块石头确实品相一般，我就是手痒随便拍着玩的。蒋少能忍住不出价，说明是真懂行，聪明谨慎。3、1，成交30万。30万换2个亿，蒋文，谢谢你聪明谨慎。这块有把握吗？送给温老的寿礼就是它了。陈凡这是魔怔了吧？30万又买了块废料。刚才坑蒋少那一把确实漂亮，但这块石头我真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的。有些人啊，捡了一次漏就以为自己是神仙了，殊不知运气这东西用一次少一次，待会儿切出来全是白渣，看他还怎么笑。笑吧，待会儿切开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运气了。第4件拍品，莫西沙敞口原石，起拍价200万。陈凡，高端贺礼你一件都拿不出来，就只会盯着这些没人要的边角料捡漏。
今天是温老寿宴，在场都是名流显贵，你拿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凑数，丢不丢人？不像我，师从翡翠王，眼界、财力都不是你能比的。陈凡，你别冲动，这块原石是蒋文早就盯上的，他准备拍下当寿礼送给我爸了，势在必行，你别跟他硬碰硬。1000万！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端寿礼。我这块原石价值远超1000万，用来给温老贺寿才算体面。某些人捡的废料根本不配跟我的东西相提并论。蒋文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拍的是废料，你的原石是极品，敢不敢再跟我赌一次？哈哈哈哈哈！既然你找死，我奉陪到底。就赌等会儿献寿礼的时候，谁的礼物更有价值，输的人之前的赌约翻倍。翻倍就翻倍！陈凡，你等着当众磕头吧！蒋文，你越是嚣张，待会儿摔得越疼。各位老友，各位年轻才俊，多谢来捧我这个老头子的场。今晚吃好喝好，开心就好。温老福寿安康。文老，晚辈蒋文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晚辈方才在拍卖会上以1800万拍下的莫西沙老坑原石，特意献给温老，聊表敬意。蒋家小子有心了，这块料子皮壳表现不错，是个好东西。晚辈斗胆，请温老允许当场切开，添个彩头。不错，高冰种金丝绿，种水通透，颜色纯正。这块料子市场价至少2000万。蒋家小子眼力可以。陈凡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这石头品相确实一般。温老说的对，这块石头确实不起眼，但晚辈斗胆，想请温老允许我现场切开它，是好是坏，切了才知道。我玩了一辈子石头，见过翡翠无数，但这么纯的黄家子，这么通透的种水，老夫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。这块料子保守估价2个亿起步。30万切出2个亿，废料出黄家子，这陈凡到底是人是鬼？温老，这块黄家子是晚辈今晚送给您的寿礼，愿您福寿安康，紫气东来，好眼力，好胆魄。你这双眼睛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蒋少，这就走了？蒋少，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谁知道他那块石头是不是提前做好的局？蒋少，全场这么多人看着，石头是现场切的，温老亲自验定，输不起就直输。你说谁输不起？蒋少，赌约是您自己立的，1个亿现金，3个响头。刚才您还亲口答应了翻倍，现在输了就想跑。第37个了，关机。关机有用，
现在门外至少蹲着5拨人，都想请你长眼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有2个人已经在走廊里打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了争谁先见到你，你现在比温老还忙。这地方不能住了。行，我让人找新地方，安保系数高的，隐蔽性好的，门口配铁门的。铁门？这么夸张？以防万一，温老寿宴之后，想拜你为师的不下20个，想找你麻烦的只会更多。陈先生在吗？我们是南城珠宝商会的，想请陈先生帮忙长个眼，就耽误您5分钟。后门走。走吧，车已经在后门等着了。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你接第30个电话的时候，做你搭档得有预案。看看你这副德行，在温老寿宴上当中被人耍得团团转，4000万买人家一块赠品，1800万买块料子，转头就被人家30万的东西压得连渣都不剩。父亲，是我轻敌，输1次是轻敌，输2次就是废物，滚！闭门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踏出房门1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蒋少爷，听说你在温老寿宴上花了4000万，买了人家一块赠品。周师兄，那小子邪门的很，废料堆里都能被他翻出宝来。狗屎运罢了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。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，论眼力论底蕴，哪点配跟咱们翡翠王门下比？我还能不知道？可他次次都能开出高货，连温老都当面抬举他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师兄弟的脸往哪儿搁？脸丢了就亲手赢回来。赌石大赛，当着所有同行的面把他那点运气碾碎，到时候高手都在，看他还能怎么装。好，那就让他知道什么叫代价。下个月的赌石大赛，蒋文请了他同门的师兄弟，要跟你打擂台。这不是温老寿宴上的小打小闹，是动真格的。终于忍不住了，要正面硬碰硬了。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。蒋文那帮同门全是翡翠王一手教出来的，个个都是实战好手，他们就是想借着大赛当众把你名气废了，把师门面子挣回去。既然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正好，陪他们好好玩一场。真本事硬碰硬，我没怕过谁。老爷子，您瞅瞅这开窗，翠绿翠绿的，水头多足，这品相，妥妥的兵种起步。我跟您说，就这块料子，放别家没个100万拿不下来。这皮壳看着倒是还行，多少钱？老爷子有缘，我也不跟您喊高价，50万，您拿走，回去找个好师傅一切，保准翻10倍。人工做皮染色翡翠，价值500元。老爷子，这料子不能买。我这儿做买卖关你什么事儿？找茬是吧？这料子开框那点绿是人工烧进去的，不是天然色，里边全是碎裂胶水填的缝。别说50万，5万都不值。我这料子面锅老坑正宗的，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懂个屁！老坑料子皮壳紧实，您这块底部的纱皮松缠发白，一看就是新厂料，而且做过手脚。开窗边缘发白败干，颜色只浮在表面，底下没有根。这种货色，行话叫烧皮料，成本几百块，专门坑外行。
老弟，你叫什么？陈凡，今天你帮我省了50万，这份情我记住了。以后有事儿可以来找我。蒋少，我今天来就是真心实意给您送情报的。陈凡那小子，我盯他盯得最久，他的底细我一清二楚。说说看。那小子以前失业被老婆赶出门，就是个穷光蛋，后来不知道怎么突然开始到处捡漏。但我跟您说，那些漏全是假的。什么地摊捡宣德碗，废料出帝王绿，都是他提前找人买好的。他背后肯定有人帮他做局，故意捧他上位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我刘宇在鸿盛干了20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他那点把戏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蒋少，您要是想整他，我刘宇愿意当您手里那把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蒋少，那我先去办事了。废物，连对手的底都摸不清，还来我面前表忠心。不过他那些谣言倒是可以利我。你自己看，刘宇那个王八蛋，鸿盛黄了之后跑去投靠蒋家，现在到处编你的瞎玩，说你那些料子都是提前找人埋的，根本没有真本事。让他编。你知道现在网上多少人信了这套吗？刘宇还花钱买通了好几个博主，现在越传越离谱。再这么下去，赌石大会上你还没出场，名声先被搞坏了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越解释他们越来劲，不如让他们自己闭嘴。你有办法？后天去原石交易市场。去那儿干什么？摆摊，免费帮人看料开料。谣言这种东西，说100句不如做1件事。行，我去安排。这个免费看料还倒赔，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一看就是来搞噱头的，待会儿准翻车。大哥，我这块石头3万买的，开了个窗看着还行，但我不敢往下切了，你帮我看看。别开了，开多少亏多少。你确定？可这开框明明看着翠绿翠绿的。开框边缘发白败干，颜色只浮在表面，底下没有根。3万买的，现在转手还能卖个2、3千，再切，分文不值。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，再看看，万一只是蒙的。我这块是废料堆里捡的，200块钱。你要是能看出什么名堂，我当场叫你一声哥。你这块200买，里面有东西，不大，但是春带绿，值个15。你光说有什么用？切开看看。虽然不大，但10几万肯定有的，200变10几万。刚才谁说他是蒙的？脸疼不疼？少爷，刘宇那边发的帖子，现在评论区全反了，那几个翡翠号也开始删视频了。废物！刘宇那边，让你闭嘴，别在赌石大会之前再给我添乱。陈凡，一个被老婆赶出门的废物，凭什么把我蒋文踩在脚下？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让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陈凡，一个被老婆赶出门的废物，凭什么把我蒋文踩在脚下？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让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陈先生，您前几天在交易市场摆摊看料，整个翡翠圈都传遍了。今天大赛你有什么预期？
请问您对翡翠王门下参赛怎么看？听说这次周坤大师兄也亲自出战，你们会在赛场上正面交锋吗？赛场上见真章。啊！大师兄，那就是陈凡。看着也没什么特别。大师兄，这种野路子，待会儿上了台，您一只手就能摁死他。欢迎各位来到赌石大赛现场。欢迎各位来到赌石大赛现场。本届大赛规则如下：主办方提供一批蒙头料，参赛者现场看皮估价出价，准确率最高者胜出。冠军奖金500万，外加今年免国公盘优先入场券。大师兄，这张入场券，蒋家已经等了1年了，势在必得。周坤连手电都没有，这也太狂了吧！人家是鬼眼，入行15年没走过眼，你以为跟你一样？这准确率不愧是翡翠王门下首徒。大师兄亲自出马，你输定了。连周坤都只有98，这个评估连内部铭文走向都写出来了。按照蒙头料的皮革表现，能估算懂水已经算高手。能看清内部纹理走向的，从业20年以上都未必做得到。15年，我还是头一回在初赛被人压了一头。初赛而已，陈凡，你别得意。你输了2次，还没学会闭嘴。陈凡，蒋少爷性子急，陈先生别见怪。初赛而已，开料见真章。行，我等你。复赛规则：每人挑选3块原石，最终以3块中价值最高的1块计成绩，价值高者胜。这批料子是业内公认的神仙难断，请各位选手谨慎评估。油青种价值1万，豆种满绿价值15000元，冰种无色起光价值4万，高冰种种金丝绿价值1000万元。三师兄，你瞧瞧，陈大师挑了半天，挑了块这玩意儿。灰皮废料，满身裂纹，连蟒带松花都看不见。这种料子放缅国废物堆里都没人捡，咱们陈大师居然当宝贝拿起来了。陈凡，你要是挑不出来，随便拿块也比那块废物好。蒋少这么懂，你那块蟒带漂亮的料子，切出来肯定过1000万。陈凡，你要是挑不出来，随便拿块也比那块废物好。蒋少这么懂，你那块蟒带漂亮的料子，切出来肯定过1000万。豆种有裂，价值不超过5000。满料白棉，价值不超过500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了3遍。落冰种水头尚可，没有大裂，可惜颜色偏暗，带灰底，价值打了折，估价30万左右。高冰种金丝绿，无裂无棉，种老色正，这块料子保守估价1000万。陈凡下一轮要开的2块料子，我已经换成了外表差不多的，颜色、纹理、形状都尽量接近，不仔细看对不上号。里面全是白棉，别让人发现。加上发现。陈凡，你眼光再
也读不过调包计。等你切出2块垃圾的时候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我选的那2块，一块高冰种蓝水，皮壳上有天然的水帆纱纹。这块皮壳底部的沙皮纹理太干净了，一点风化的痕迹都没有，人工做就的。我选的那块糯冰飘花，表面有一条天然的石纹，拇指盖大小，像一道疤。这块表面上也有一条，但位置不对，形状也不对，像是故意仿的。有人换了你的料，被调包了。这2块全是废料，切开连500块都不值。去找温老，现在就查，监控还在。小陈，什么事儿？温老，我怀疑我的料子被人调包了。我选的2块料，跟我现在台上标着我编号的2块完全不一样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各位选手，各位观众，复赛下半场暂停，有选手反映料子出现问题，组委会需要临时核查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居然发现了！这人的脸拍得很清楚，是现场搬运组的人。继续查，看他跟谁接触过。别让人发现。蒋文，蒋文，把蒋文叫过来。别让人发现。加上发现。蒋文，他收买工作人员换料，输不起就作弊，翡翠王的脸都被他丢光了。蒋文，监控拍到了，转账记录我们也在查，你有话要说吗？经核实，蒋文涉嫌收买工作人员，调换选手原石，情节严重，证据确凿。组委会决定取消蒋文的参赛资格，所有成绩作废。此外，蒋文本人终生禁止参加本国范围内所有赌石相关活动。陈凡，你赢了，但你记住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玩石头的人，心先得正。石头不会骗人，骗人的永远人。决赛规则只有一个：看原石、赌原石、切原石。主办方提供一批全新的蒙头料，每人限选5块，依次开料，按最终总价值排名。大师兄，稳了。前4颗保底，第5颗赌一把。周科那边不会比我差，但这一块是翻盘的关键。周坤这4块全是高货，一块都没挂。鬼眼不是白叫的，就算蒋文被踢出去了，周坤一个人也够陈宝喝一。高冰种正阳绿，无裂无棉，估价2000万，3800万够你追的了。
周坤毕竟入行15年，稳得跟秤砣一样。陈凡再厉害，跟这种老江湖对垒还是嫩了点儿。陈凡这次真悬了，周坤太稳了。最后一块了，就这，完了，就这石头，别说1000万，10万都够呛。从中间一刀剖开。玻璃种纯带彩，紫色和绿色都达到了极致，没有任何裂纹，没有任何杂质。这块料子，我赌石60年，头一回见。玻璃种纯带彩，紫色和绿色都达到了极致，没有任何裂纹，没有任何杂质。这块料子，我赌石60年，头一回见。玻璃种纯带彩，估价3000万。3000万，加上前面的1900万，总共4900万，反超了！陈凡反超了，比周坑多了1000多万。大师兄，输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陈先生，您是赌石大赛历史上第一个出赛100%的选手，决赛又正面击败了周坤，请问您现在最想说什么？外界都在说您是赌石界最大的黑马，甚至有人开始叫您新一代鬼眼，您怎么看这个称号？各位，陈先生刚比完赛，需要休息，有什么问题改天再问，今天先让他喘口气。冠军，免工公盘入场券。几个月前你还在夜市地摊上蹲着捡漏，现在全行业的人都在打听你的名字。听说免国公盘是翡翠行业最大的原材料交易会，全世界的矿主、料商、珠宝商都去那儿拿货。对，公盘上的料子是从缅国各个矿口直接运过来的，比市面上流通的那些经过好几手倒卖的料子便宜至少30%，而且品相透明，每块料子都明码标价，现场开标，不玩虚的。我这趟去不只是看料子，我想把货源的源头打通。从现在开始，直接从矿口拿料，绕过所有中间商。开店？行，我明天就开始看等面。怎么回事？王老板，前2天你说新到了一批老坑料子，我朋友想看看。啊，那个卖完了，今天没有好料，你们去别家看看吧。不知道，蒋家老爷子下了死命令，本地所有高端原石推厂、拍卖行、大料商，谁敢卖石头给陈帆，就是跟蒋家过不去。听说好几个老板已经被打了招呼，谁都不准接他的单，连边角料都不许往他跟前摆。唉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刚拿了冠军就被封死了。我问了一圈，全一样。蒋家这是要把你活活憋死。走吧，今天不看了。走吧，今天不看了。没石头可赌，眼力再好又有什么用？等手里那点存货耗光了，看他拿什么翻盘。
我今天下午又打了10几个电话，认识的大料商全说最近没货，有几家直接不接电话，还有几家之前跟你合作过的拍卖行也退回来了。正常。蒋家老爷子在本地经营了40年，根深蒂固。他要赌我一句话的事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就剩这几块料子了，切完就没了，没石头可看可切，你这眼力再厉害也使不出来。别人给的，终究是别人给的。这条路，我还是得自己看。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但总会有路的。小兄弟，走累了吧？进来喝杯茶。这几天跑了不少地方了，蒋家老小子封你的路，我都听说了。老爷子消息灵通。老李啊，是我。上次你说的那批老坑料子，别往外放了，我这边有个小兄弟要用。对，就那个陈凡。回头再给你电话。行了，明天去城西老李的坡场，他那批料子你随便挑。老爷子，你跟蒋家对着干，不怕？怕什么？他蒋家封你是他霸道，我秦正红帮你是我乐意。再说了，我在这行混的时间比蒋家老爷子还长几年，他的人脉在我这儿不好使。老爷子，谢了。别谢，我就是看不惯有人仗势欺人。真本事吃饭的人，凭什么被毒死？别慌，好料子多的是。我认识的人不光在本地，哪哪都有路子。蒋家堵你，咱就绕开他走。当初在小料摊上随手帮了一把的陌生人，竟然是这行最顶级的靠山。这条路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扛。少爷，温老那边发话了，赌约公开立下，必须兑现。赵老爷打了电话来，让您别躲了。走吧。1个亿，赌约约定的数目，钱都在这儿。支票核验无误，面额1亿元整，与赌约约定金额一致，真实有效。陈凡，我认栽。经此一败，蒋文算是彻底栽了。我刚收到消息，他回去就吩咐手下清掉手里所有的原石生意，以后再也不碰赌石这一行，彻底退圈了。也是个输不起的。当初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也好，圈里少了个心术不正的人，反倒清静。欠的还清了，恩怨到此为止。往后各行各路，谁也别再揪着旧事不放。
1楼展示区、2楼赌石区、3楼 VIP 解释区都量完了，下周动工装修，设备我已经找厂家下单了。位置不错，闹中取静，门口能停6、7辆车，够用了。老爷子，货源那边3天后有一批缅国直达料子进港，我已经打了招呼，直接从港口拉到你这儿来，高低端都有，你随便挑。老爷子，谢了。别谢，你这店要是开起来了，我以后看石头也有个固定去处，比跑那些拍卖行舒坦。反正平凡的开始，真挚的终点。这条路从今天起，我自己开。出事了！3家已经谈好的货源供应商，今天早上同时打电话来说暂时供不了。还有一家运输公司说设备运到半路被劫了，司机说有人拦车让他原路返回。本地那几家老牌赌石商户抱团了，他们知道你开店对他们威胁最大，现在在联手劫你的货，散播谣言，说你赌石全靠运气，开店就是割韭菜。还有人去装修现场捣乱，说咱们施工没有报批。我查过了，手续全是全的，他们就是故意找茬拖进度。装修那边你盯住，手续齐全，不怕他们闹。货源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你怎么想？我去找钱老爷子。你说的那几家商户我知道，本地几个老油条平时各干各的，一听说有新人要进来抢生意就开始抱团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。秦老，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？老张，你那边有一批高货原石，是不是下周进港？给我留一部分，直接发到一个新地址。对，就是陈凡那个店。秦老发话，没问题，货到直接拉过去。你好，盖圈厨师变电话。行了，各大源头市场我都打了招呼，你的专属供货通道开通了。听说你那边的货源被人卡了，我这边有几个老朋友手里压着批老坑料子，你如果要用，我帮你说句话。赵老，别叫我赵老，输了就是输了。你那家店开好了，有空我去转转。瞧，这不就通了？今天凡真高端原石赌石司馆正式开业，有请陈凡先生致辞。几个月前，我被赶出家门，兜里只有一个塑料袋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路在哪儿。我在地摊上捡过碗，在废料堆里翻过石头，在寿宴上被人指着鼻子骂过。今天能站在这里，是因为石头从来不会骗人。你没有眼力，他就给你看废料；你有本事，他就给你看好东西。
我这家店要做的事儿很简单，让每一块石头都能遇到看得懂它的人。开了，出高冰飘花了！陈老板随手拿的一块普通料子，一刀就切掌了。我刚才还说这块料子皮相一般，没什么搞头，感情是我眼瞎呀！再拿这块灰皮料试试。紫罗兰是病虫紫罗兰，这料子昨天摆了一天没人要，都说是废料啊！连开2块全掌，陈老板这眼力简直是火眼金睛啊！顾总，你们家会员怎么充？最高级别的卡能不能让陈老板帮忙长眼选料？我先充10万，以后跟着陈老板捡漏，稳赚不亏。大家别急，前台都有会员良泽，办了卡都有专属顾问对接，一个个来都有份儿。你看这小子，一出手就镇住满场人。当初赌石大赛上我就说，他这眼力不是靠运气，是真本事。何止是有本事，我玩了40年石头，敢拿没人要的废料连开2刀还全掌的，我自问做不到。后生可畏，真是后生可畏。樊真这一开，往后江城赌石圈的风头就全在他陈凡身上了。你听这动静，才开业半天，整条街的人都快被你吸引过来了。正午的太阳晒下展厅，暖融融的，连展台上的石头都看着亮堂几分。刚开业都是新鲜劲儿，等热度降下来，才算真正开始。还记得你当初蹲在古玩城地摊上捡落，攥着几百块钱跟摊主磨半天价的时候，想过自己能开这么大一家高端原始馆吗？想过迟早能赢回来，没想过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听这动静，又有人切掌了，满场人都等着呢，等着你下去再露一手。别在这儿站着吹风了，刚开业千头万绪，有的忙，后面要打理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好，一起。